嗨，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深入探索一下查理·蒙格的经典《穷查理的普通常识》，特别是里面谈到的普世智慧。书里提到蒙格他认为那个所谓的选股艺术啊，其实只是普世智慧这个大学问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所以他就说，我们要先吃点胡萝卜，就是先认识普世智慧这个比较大的概念，然后呢，才能好好享受那个甜点，也就是谈投资。他说，想当一个很厉害的投资人，得先把这个基础打好才行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这次我们讨论的核心，就是要搞懂蒙格一直强调的普世智慧。他觉得，光是去记那些零零散散的知识点呢，其实帮助不大。你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由不同学科的思维模型组成的理论框架。只有这样子，你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，然后做出比较明智的判断。好，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哦。蒙格强调的第一点，我记得是说，千万不要死记硬背。知识啊、经验啊，一定得挂在一个理论框架上，才能派上用场。而且这个框架不能只靠一两个模型，不然就会像书里说的那个经典的比喻，手里拿着铁锤的人，看什么都像钉子，这样很容易扭曲现实嘛。没错。而且更有趣的是，他要求这些模型要来自不同学科，数学、物理、生物学等等，都要懂一点。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科系可以涵盖所有的智慧哦。听起来好像很吓人对啊，感觉要学好多。对，但蒙格说，其实还好啦，掌握关键的大概80-90个模型，差不多就够让你成为有普世智慧的人了。而且其中真正核心的又更少。那具体来看，哪些模型是他觉得特别重要的呢？首先一定是数学，这个跑不掉。除了大家可能比较熟的复利，蒙格特别强调基础的排列组合。排列组合，高中的那个？对，就是那个。书里还举了一个例子，17世纪法国有个贵族叫德梅雷，他去问数学家费马和巴斯卡一个赌博的问题。那次的交流，就直接奠定了几率论的基础。哇哦！不过重点不是数学本身多难，而是要把这种基础数学，像几率还有那个叫决策树理论的。决策树就是把各种选择和可能的结果画成树状图来分析的那个。对，就是那个，要把这些应用到日常生活中。但这个其实有点违反我们大脑的直觉，需要刻意去练习。蒙格有个比喻很生动他说，如果你不懂基础的概率，就像是参加踢屁股比赛的独腿人。哈哈，这比喻也太狠了吧，就是白白损失优势。没错，等于是自己放弃了优势。他说，巴菲特厉害的地方之一，就是能自动用决策树和概率去思考。原来如此，那数学之后呢？接下来是会计学，人家说是商业的语言嘛。虽然是个了不起的发明，但蒙格也提醒，一定要懂它的局限性。会计提供的其实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，它不等于真实的状况。这点蛮重要的。对，他举了那个卡尔布莱恩的例子那个概炼油厂的。对，很厉害的工程师跟商人，他一看标准会计报表，竟然说这是狗屁。真的假的？那他怎么办？他就把会计师赶走，叫他的工程师来说，我们自己设计一套符合我们流程的会计系统。哇，自己设计，这也太猛了。这个例子也带出了布莱恩公司另一个很有名的原则，叫5W 原则：何人、何时、何地，做了何事，最重要是为何。一定要讲原因。对，他说这个非常关键。这其实跟心理学有关。当你告诉别人原因，就算对方不一定完全同意，也会比较容易理解，比较愿意合作。这能帮助大家思考得更周全。有道理耶，讲清楚为什么真的很重要。那再来呢，还有哪些模型？再来可以看看硬科学跟工程学的模型，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最可靠的。比如说工程学里的备援系统就是多准备几套方案，以防万一那个。没错，还有像是临界点，就是事情发生质变的那个点。还有物理学的临界质量，要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引发反应。这些概念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非常有威力。
而且很多基础说穿了都只是高中数学而已啦。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对，然后统计学方面，蒙哥觉得不用追求到非常精通所有细节，但至少你要大概懂那个高斯分布，就是那条中型曲线。哦，中间高两偏低的那个。对，了解大部分情况是常态，哪些情况是比较极端的，有个基本的概念就很有帮助了。了解。那心理学呢？我记得蒙格超强调这个。没错，心理学，蒙格认为这个超级超级重要。他甚至说，这是他后来自己很辛苦才慢慢摸索学会的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我们人的感知还有认知功能，天生就容易短路。短路？对，就是会出错了，很容易被误导或者被有心人操控。就像魔术师，他们就是利用你认知的盲点。哦，我懂了。这就是他整理出来的所谓的误判心理学，大概有20个基本原则吧。而且这些原则还会互相影响，有点复杂。他说，很多非常聪明的人，就是因为忽略了心理学，结果犯了很离谱的错误。书里还引用了巴斯卡的一句话，我觉得很经典：人类的头脑既是宇宙的光荣，也是宇宙的耻辱。哇，这句话好深刻，意思是说我们的大脑很厉害，但也超容易出包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它很强大，但也常常秀逗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那怎么办？要怎么避免这种情况？所以蒙格就建议要用这种双轨分析的习惯。双轨分析？对，第一轨就是理性分析，客观的看真正影响这件事的利害关系是什么。第二轨呢，就是评估你潜意识里的那些心理因素，他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导向一个错误的结论。要同时评估这2条路径。也就是说，除了算清楚利益得失，还要留意自己是不是被某些心理偏误给影响了。完全正确。除了这些，他还有提到其他领域吗？他还有提到个体经济学，他建议把市场看像是一个生态系统。生态系统，像大自然那样。对，就像动物在特定的栖息地可以活得特别好一样。在商业世界里，如果你能专注在某个特定的领域，把它做到极致，就像在生态系里找到自己的利基一样，往往就能得到别人拿不到的超额回报。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思维模型。哦，把市场想成生态系，这个角度蛮有趣的。那讲了这么多普世智慧、思维模型，这对我们个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有什么样的启示呢？书里有提到蒙格的年轻人的建议，其实还蛮朴实的。他说，每天起床的时候就努力让自己比昨天更聪明一点点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对，然后认真好好的完成你该做的事情，这样慢慢的你就会进步。也许进步的不快，但这是为未来更快的进步打基础。每天就往前挪一点点，只要活得够久，最终你会得到你应得的。听起来很踏实。那面对人生的难题呢？他觉得有3点蛮有帮助的。第一，不要期望太高，降低期待。对。第二，要有幽默感。第三，让自己被朋友和家人的爱包围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要能够适应生活的变化。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嘛。适应变化，这点真的很重要。最后还有一个关于诚实的观点，蒙格非常强调，诚实是上策。如果你说真话，就不用记住你的谎言。哈哈，这倒是真的。这也是波克夏的原则哦。有些事情就算合法，他们也觉得不该做，就是心里要有把尺。道德底线。他认为这不只是个道德问题，从长远来看，诚实其实是最聪明、最有效的策略。哇，今天从蒙格的普世智慧开始，聊到跨学科的各种思维模型，像是数学、会计、心理学，再到这些很务实的人生建议，感觉脑袋真的充实了不少，收获满满嘞。对啊，蒙格的智慧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。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想象看看的点，自己平常最依赖哪个学科或哪种思维模型？这个模型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反而限制了你看事件的角度呢？值得思考一下。有没有可能试着用看不同领域的模型？
或者直接用用看蒙格的双轨分析。这个提点很棒。好了，今天的知识探索差不多到这里了，也别忘了把这瓶知识票向下一位朋友。咱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